好吧，现在已经是4点40了，休息了一会儿。那现在呢，我们就往那一个看上去像是三合院一样的建筑呢，我们去探索一下里面究竟隐藏着什么。而这个寺庙啊，也就是这样了。我觉得很有可能啊，在过去啊，它是一个文物，所以因为周边即便是废弃了以后呢，文保局啊还是必须要过来把它进行修缮。所以现在我们看上去就像是一个荒废在这个小岛当中的一个寺庙一样。好，出发。哇，什么东西？看上去像鸟，但又不像是鸟。这栋建筑啊，就在这里了。但旁边这里还有一栋，像是明清时代的建筑。这里挂上了很多的衣服，像棉袄一样。参观一下吧。嘿，有人吗？我们进来参观一下。你看，这衣服全部都把这个竹子挡住的。哦，里面空间还蛮大的，这扇门好像堵上的。这是什么？这边是伙房，连那个烟囱啊都倒下来了。灶台，走。来，我走前面。里面空间挺大的，隔成了2个房间。你这些瓦，这是修建的还是说把它拆掉的呢？注意头上。嘿，这有一个老柜子。空的，我去，有点像猪圈啊。嘿，哇，这果然应该是一个猪圈呢，以前养家禽的地方。我感觉好像上面有很多的鸟啊，一直在叫。这边的门也是堵上了，里面就是这样。好，走，我们去看那栋建筑。确实看上去啊，蛮破烂的。
这栋建筑就在旁边了，但是我们怎么进去呢？我们从外面绕一圈看一下，走这边。这栋老建筑啊，其实不是三合院，它是三面啊，都像是那种教堂，又或者说像学校一样的这种民国时期的建筑，或是更早以前的建筑。看上去现在这个窗户啊，都已经没了。好，这边就是入口了。里面还有一条路，走。很凌乱，那个2楼的阶梯，这扶手都没有，就这样走上去的。你这上面啊，挂了很多的蔬菜，这应该是巨大的冬瓜吧？吊起来的，应该是防止它掉落下来。哇，你看这里还有稻草人。哦，在这里啊，这稻草人已经倒掉了。晚上来应该很恐怖。嘿，哇哦，这里面特别的宽敞，你看，是一个巨大的空间，有点像是一个工厂一样。你看这里还不知道是谁啊，写上了一些文字，什么十王治王。什么面2，像画的符一样哎，像符一样啊，红色的，确实有一点诡异啊。这边有日历，时间是2013年，10几年以前的。这是一个洗手台。这样的，你看这个房子啊，以前应该是有很多的隔间，而这些都是属于隔板。先把这些隔板啊全部都推了，推掉以后，所以看上去啊就是一个很大的空间。每隔差不多2、3米啊，就是一个洗手台，这很奇怪哎。但这个有点像是一个厨房，这只有一个灶台，而旁边刚才看到的是洗手台。你觉得这些建筑曾经是用来做什么的？不知道，应该是食堂吗？食堂啊，食堂这未免太多了吧？你看这不是一个小房间一个小房间的。
而且以前把这些隔板如果架起来的话，房间应该都是挺小的，应该是这样的。你看，这是一个房间，然后对应到他自己的厨房，但这里面没有卫生间啊。一个房间对应一个厨房或洗手台啊，一个房间再对应另外一个，或两个房间对应一个，是不是有点这样的感觉？空间很大，你看这边的房子啊，因为很潮，下雨以后啊，你这雨水把这些房子的墙壁全部都已经变成了另外的一种色彩了，霉烂完了，地上还有很多酒瓶，房间里面的东西啊，全部都已经被清空了。像以前的这种老房子也变成危房了。它这边没有阶梯，只有刚刚进来的时候那个地方有一个阶梯可以上到2楼。我们从这边出去看一下，小心点。全部都是包起来的。哇，巨大的粪池，都可以游泳了，嘿！这里也有，特别的大，又写了一个优质大蒜，嘿！注意安全啊！从这边走。从地图上面看到的这个三合院啊，现在我已经来到它的正中心了，而这个地方其实根本就不是三合院，应该是学校或者是工厂一样的吧？对，有一点像是厂房一样的地方，所以我应该是被误导了。但是我们既然来到这里啊，还是看一下吧。但是周围很多的建筑啊，全部都已经被拆掉了，只剩下了一个框架吧，甚至它的屋顶啊，都已经被破坏或者说被拆除了，所以要注意一下安全。这里面空间啊，还蛮大的。不过你看这个2楼上面的这个天花板都没了，这边还有一点。从这里可以看到上面的屋顶比较通透啊。在过去，周围就是这样的墙壁，以前写上的是注意火灾。你看这个地上的衣服。哎，好像是耶。这个衣服红色的，背面又是这种深色的，而且我感觉这里怎么还有这么多钱纸？这不是烧的纸钱吗？你看，我感觉像曾经烧过什么东西，用砖头把它架起来，架起来以后呢？然后就在上面烧，这里还有像棺材的那个装饰一样的东西，还挺多的。地上有很多的纸钱，这里还有，嘿，听到了吗？不知道什么东西啊？可是地上这里还有黑白的照片，穿着军装。看这边，那怪不得到处都写上了注意火灾。这里以前不会是火葬场吧？应该不太像。
这里面很多的板子，哇，你看这里，同样也是有被烧过的痕迹啊，全是炭渣，好像以前有人啊，在这里睡过觉，有枕头，还有棉被。哇，你看那边，哇，这个建筑还蛮有特色的，拱形的门。一会儿我们从那边看一下，这上面，走。从这一面就可以通到那个弧形的门的建筑。哦，小心点啊！这地上有很多的草。来，空间真是特别的大。你看这一面，全都是变成了一片树林了。我还以为那个地方放了一个棺材，结果看了半天不是棺材啊。你这里面有很多的罐子，所以在过去不知道是不是一个食品加工的一个工厂，这么多罐子。这刚刚看上去就像是一个棺材一样，结果走进来以后不是棺材，是竹子包起来的。哇，好多的罐子啊！但是这些罐子呢，它身上又没有任何的名字，都不知道它里面是什么，也不知道是不是那种化学药剂啊，全部都已经锈烂完了。走去那边看一下。啊，是个储藏间，地上有很多的泡沫，哇，堆了很多东西啊，全是泡沫。走，我们到2楼去看一下。植物都长到这个阶梯上面来了，非常长的一个过道啊。这边也是，我们先去站在中心的。小心啊，这个地都裂开了。地面啊，有些小孩和老人的鞋，也是一个居家的地方。你看这一面就是灶台，看这外面，这是什么？火锅大王，嘿。蓄水池，你看那个地方还有一个特别小的蝙蝠，能看到吗？就在那个地方。很深，
另外的一个厨房，这树都长进来了。哇，这还是一室一厅吗？跟这边是连通的。哇，这果然是一室一厅啊！你这边没有门，在过去还算是高档房了，嘿。哇，这边好黑啊！地上一些皮鞋，比较的阴冷。越往里面走啊，感觉越黑。都是一样的格局。哇，这里还有一个很小的桌子，一个石桌子，上面还有一幅画，它是那种山水画，不过现在已经完全看不清楚了。房子里面基本上都是空的，所有的东西啊，全部都已经被拆除了，所以是完全相同的格局。这也到头了。看，这边到头了，看这些植物。杂草林。这么大一片，全部枯了。哦。应该是玉米树吧？你看这底下的玉米地啊，有点亮啊，全部都已经枯完了。还有没有3楼？看一下那个阶梯。不要在这里，已经睡完了，不要去了，太危险了。还有3楼吗？哦，果然。上面的这个屋顶啊，对，没错，都坍塌了。你在这等我一下，我看一下。好。这砖瓦全部都已经吊完了，上面都已经变成一个植物园了吧？简单看一下，看这里，整个房子和过道啊，你能想象到吗？这完全是与大自然啊融合在一起了吧？这其实让我想到了上一次啊，我们去河南的时候，那个鸠山大学，当时我们也是潜入进去以后，它里面非常的不安全，和这个建筑啊特别的像。上面是什么？上面是植物园，嘿，我这面看上去好像有点恐怖啊，那个墙好像都斜了。但是我感觉这一面，你的地面啊，都已经裂开了。我感觉那边应该是挺危险的了。你看这墙啊，都开裂了。这里面，哇，这是蛮危险的了。那我们就不过去了。你看这里还有一个石柱础被搬上来了。以前建筑的一个构件搬到这里来了，占为己有，还是说在这个地方打旺呢？
从这里看过去，风景一般吧，不算特别的好，也被这个树挡住了。好吧，那这一个建筑啊，也就是这样了。原本呢，还以为是三合院，结果来到这个地方看了半天呢，不是三合院，到底是一个工厂呢，还是一个学校呢？不知道啊。只是这里面啊，特别的破旧，到处呢都堆满了很多垃圾吧，还有一些曾经这种农民的一些工具吧，这也是破烂不堪。所以其实今天原本是抱着蛮期待的一种心理呢，来到这里，而且还走了特别长的时间，然后来到小岛上面以后呢，没有看到人，然后去找这个三合院，结果总算是找到以后呢，却发现是这样的建筑，真是有一点点的失望啊。不过今天唯一看到的一个古建筑呢，就是那个寺庙吧，对吧？那寺庙看上去呢还是挺古老的，不过里面的东西呢已经全部都被清空了，真是蛮遗憾的。好吧，那这里啊也就是这样了。那我沙僧，我是小思，这小思，那我们的旅行啊又将继续，那我们下期再见，好吧，走了。在回来的路上啊，遇到了一个老人家，来看一下他怎么说。30岁我来占，这把还挖了些锤的，要来占地啊？挖了些锤，当个来占咯。他外大黑个款子没拿给我们。哦，他占地干啥子啊？他说他晓得他那些做啥子，他不晓得他的。就是要把你们地给你们没收了。啊，没收了，没当个收了去，你赔偿完了没有呀？好多钱呢？给你们赔偿了好多钱呢？我们才好多嘛，那7万2、3万8，是1万。外头房子还没得，我们还。那把你们地收了，你们住哪里啊？那不管他的，后头他扯皮的个嘛。现在在那点儿住的居民还多不多啊？住的人现在还那个了没？俺那个了没？我们租的房子噻，这个在街上那边条噻。哦，但是我看到起他说的是好像要8月31号之前就要清理，是不是？啊，清理那个清理，没个怕活的事够啊。哦。镇上他肯定不得来出面，哎呀，他是外省老板来，他肯定不敢来见面。你够啊？来见面连我个残废人都要赶着说，够不得。然后呢，水还没电，那水也位置过来了，过后位置水也停了，水都没得，水啊电都没到的，那些边还有点电。哦，现在水和电都已经停了。停哪都停了。那现在你们平时生活的话，连水和电都没得哦？我们那没得那做啥吃噻？我那都是刚才又在坡上回来我都回去了噻，回去吃饭。在下午3点钟又过来。哦，就像你看到的，站在这座荒芜的小岛之上啊，这目光所及，周围尽是残垣断壁与杂草丛生的这些农田吧。而昔日繁华的那些建筑啊，早已经是烟消云散，只剩下这一片死寂的苍凉吧。当我遇见刚才那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家的时候啊，他用颤抖的声音呢，诉说了当年他们挥舞锄头啊，血汗浇灌呢，才从这荒芜中开垦出的这些家园的那种艰辛的历程。而他们双手创造的这一切啊，如今却即将是烟消云散，令人惋惜啊！真是世道不公啊，人心难测。